Hello， 今次嚟到河內啦，我哋11月去到3月係越南最啱旅遊嘅季節。咁如果你係諗住去河內玩啦，可能都會考慮過就係去埋下龍灣。我今集咧就係有一隻5星級嘅下龍灣遊艇體驗推介俾大家。咁價錢咧亦都唔會話太過離地。我上次去2大1細玩2日1夜咧，都係講緊港幣3800蚊一晚。呢個費用除咗包咗咁豪華嘅住宿體驗，仲有船上面嘅餐食啊，同埋落岸玩嘅活動咧，都係 inclusive 噶。咁我知道坊間有好多人去河內，可能會選擇一日遊去下龍灣啦。咁但係單程車程嘅時間講緊都要2個半鐘，基本上你去到嗰度食完個 lunch 啦之後，可能去一個景點玩就要趕住走啦。所以我自己都推介大家有時間不妨考慮下，就係玩2日1夜，特別啦喺黃昏嘅時候欣賞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嘅景色係最靚噶。咁講下點解會揀呢隻遊艇先啦。其實我真係篩選咗好耐啦，因為坊間咧其實一嚟質素參差，二嚟就係好多船咧都係好舊。咁所以我特別揀咗呢隻喺22年先至推出，咁再加上佢嘅設計風格啦，比較係啱我嘅喜好，咁所以咧就選擇咗試下佢啦。出發當日朝早8點半鐘準時咧就會有架7人 van 喺你嘅酒店樓下嗰度等你。平時去東南亞玩，印象中所有嗰啲接送車都係咁嘅樣噶嘛，今次竟然可以咁豪華舒適，所以已經係一大驚喜。啱啱都有提到咧，就係呢個車程大概2個半鐘嘅時間。不過你都可以放心，因為佢中間咧會有一個休息站俾我哋飲杯咖啡啊，歇下腳。你坐咗2個半鐘，終於嚟到下龍灣啦！喺我身後邊咧，見唔見到一隻超級遊艇啊？我哋就係想呢隻啦。嚟到碼頭咧，就即刻開始個 check in 嘅手續。咁但係有一點咧，真係覺得佢哋可以改善下，就係竟然要我哋客人再等多個半鐘嘅時間先至可以上隻遊艇。咁好彩係個碼頭個風景都幾靚，可以周圍影下相打下卡啫。每次上落隻遊艇咧，其實都要經過呢隻快艇，咁所以對於一啲可能行動唔係話好方便嘅旅客咧，呢點就要留意下啦。我去呢隻遊艇玩嘅時候咧，就係新年嗰段期間，咁所以隻遊艇咧會有好多中式嘅傳統裝飾啦，竟然亦都會派現金嘅利是俾各位嘅客人。咁呢隻遊艇咧，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房間種類選擇，有海景房啊、露台啊，或者甚至乎最大間嘅 owner suite。露台嗰度仲有佢哋自己嘅 private jacuzzi 嘅享用。咁但係當然我呢啲咧，其實揀翻入門級嘅露台房都好足夠，有已經400幾尺嘅空間俾我哋享用。仲有呢個落地玻璃嘅露台設計，俾我 anytime 行出個露台就可以近距離欣賞到世界文化遺產嘅景色啦。每個客人咧都會收到佢哋2日1夜嘅行程表，大家最緊要留意咧就係幾點落岸玩，咁就唔會錯過坐快艇嘅時間。咁但係唔記得都唔緊要嘅，佢會有廣播去提翻大家。settle down咗之後咧，大概1點鐘就可以去食個 welcome lunch。呢度食飯嘅環境咧非常之優雅同埋舒適之外，仲有另一個驚喜位，就係竟然有新鮮嘅刺身同埋啱啱捕獲嘅海鮮燒烤去食。上呢隻遊艇咧，基本上你唔需要太擔心言語嘅障礙，因為佢哋員工咧全部都識得講英文，仲有揾到1、2個咧係竟然識講中文嘅添。One more time, Happy New Year! Happy New Year！ 去到第一個景點之前咧，其實都有一段時間俾我哋享用下遊艇上面嘅設施。咁天氣咁靚啊，梗係要去佢哋嘅無邊際泳池嘆下啦。呢度嘅泳池咧係暖水池嚟嘅，超正啊！第一個行程嚟到咧就係驚奇洞啦。咁其實呢個洞原名咧係叫做 La Grotte des Surprises。咁點解係一個法文名呢？因為19世紀喺法國佔領咗越南嘅期間，有好多嚟自法國嘅地質學家、考古學家去到下龍灣進行一啲探索同埋研究嘅時候，俾佢哋發掘咗好多好靚嘅洞穴，所以佢哋咧就幫逐個洞嗰度改咗一啲法文嘅名稱，包括咗呢個驚奇洞。咁基本上呢個名咧都已經話咗俾你聽，入邊嘅景色係靚到驚奇噶啦。呢個洞咧係屬於下龍灣最大嘅洞穴，入邊擁有數以千計嘅鐘乳石，透過岩石嘅罅隙曬入咗一啲自然嘅光線，令到成個洞穴咧增加咗一種神秘感。遊客參觀完之後咧，可以爬到去洞穴最高嘅位置，嗰度有一個觀景台，可以俾你俯瞰到成個下龍灣嘅景色。雖然有翻咁上下嘅樓梯級，但係絕對值得。
成個岸上觀光遊嘅時間咧，大概1個鐘度啦，之後就可以翻上遊艇繼續進行船上面一啲活動。好似喺我新年期間去咧，就會由佢嘅廚師教你點樣去整越南嘅傳統肉粽。泳池邊都有啲小食俾大家一邊去享用，一邊去等候黃昏嘅嚟臨。呢隻遊艇上面咧都有其他活動設施可以俾大家去玩嘅，例如 Snooker、Golf Stimulator 或者係唱 K。小朋友方面咧，大個啲佢哋有一個活動室可以打下機啊，或者好似我個女咁得個3歲啦，佢都會有一個 playroom 有得玩滑滑梯同埋波波池。至於如果係一班 friend 嚟到咧，佢都有啲私人嘅房俾你包咗去玩賭局啊，或者係私人嘅晚宴。養生啲嘅選擇都有嘅，可以做 SPA 按摩、焗個 sauna 或者做埋 gym 都得。去到晚飯時間咧，因為今次我揀咧就係一個新年嘅航線，所以會有啲特別節目可以欣賞到越南嘅一啲文化表演。而食物方面咧，佢哋嘅份量都幾大份，食完好精緻嘅頭盤之後啦，主菜有佢哋一啲節慶美食，例如越南粽啊、春卷同埋燒肉。咁當你以為食完啦飽晒之後咧，原來每人仲有一碟嘅燒牛柳。咁不過咧，佢嘅醬汁啊，黑松露醬汁真係整得好好味。咁所以我好成功將台面上面所有嘢食都清晒。食完飯之後，最重要咧就係放埋個旅店啦，可以喺船尾嗰度玩埋墨魚之後咧，咁就完成咗一日嘅行程噶啦。大家喺早一晚咧，記得唔好玩到咁夜，因為一朝早7點半咧就係第2個岸上活動啦。今次嚟到咧就係川洞，可以玩獨木舟或者撐皮艇。呢個景點咧對比起下龍灣其他洞穴嚟講，真係唔算好大嘅。咁但係佢嘅獨特之處咧就係佢位處一個山脈底下。遊客要去到島嘅另一邊咧，必須要坐撐皮艇啦，或者係獨木舟穿過一個拱形嘅隧道，而攀山涉水去到另一邊咧，你都唔會失望，因為你會被好宏偉嘅岩石山脈圍繞住，好似入咗一個與世隔絕嘅空間，去尋找心靈嘅平靜。嚟到下龍灣咧，其實你會發現80%嘅人咧都係旅客嚟㗎。咁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樣諗過咧？就係啲工作人員啊，或者係原居民究竟住喺邊嘅咧？原來下龍灣咧其實都住緊大概1500個原居民。咁而佢哋咧大部分都集中住喺3、4個嘅浮動村莊入邊。佢哋主要嘅收入來源咧就係嚟自於漁業啊，或者係一啲旅遊嘅活動。每朝早佢哋都會將捕獲到嘅魚啦賣翻去陸地上嘅市集，而佢哋自己居住緊嘅浮動村莊入邊咧都有自己佢哋嘅本地市集，居民咧就會喺嗰度交易一啲嚟自陸地上嘅米啊、蔬菜，亦都會去售賣一啲當地嘅手工藝品，例如編織籃或者係手工雕刻嘅珍珠首飾。如果你係對呢啲咁獨特嘅生活方式有興趣嘅話咧，其實我坐緊呢隻遊艇有3日2夜嘅行程，咁就會去參觀呢啲浮動村莊，同埋去埋佢哋一啲珍珠嘅工作坊，俾你親身去同當地人去溝通啊，感受下佢哋嘅唔同文化。喺川度玩完個零鐘之後咧，其實就要翻上船。早一晚啲嘢都未落架咧，又嚟個 brunch， 食完個早餐咧就要開始執行李，翻上個碼頭嗰度坐7人車翻酒店噶啦。乜玩啊？今次最中意玩咩啊？玩波波咁我今次個旅程咧，其實係直接跟佢哋嘅官網去預訂。咁不過俾我再揀咧，其實會選擇喺 Klook 啊或者 KKday 呢啲網站嗰度做預訂算啦。因為坦白講咧，佢哋嘅付款方式咧唔係我哋平時恆常用開嘅，特別係東南亞地方咧，其實會有一定嘅風險。咁我喺影片嗰個資料欄嗰度咧都附上咗個預訂連結，有興趣啦可以喺上面望下更多嘅資料。回程嘅時候咧，我就揀咗住樂天嘅酒店。咁雖然佢唔係位處市中心啦，咁但係勝在就係新淨啦，同埋好企理。酒店樓下仲有一個大型嘅商場俾我行下街。就算你話去翻河內，佢係市中心嘅一啲景點咧，其實都唔會話好耐，大概10至到15分鐘度咧就可以去到譬如呢個越南嘅火車街。我都建議各位有冒險精神嘅旅客咧，不妨嚟呢度嘆下咖啡。你會體驗到一架火車喺你面前近距離高速咁樣駛過。加上呢度咖啡室嘅老闆同我講，原來呢度間唔中每年咧都會有呢啲意外發生，所以我覺得簡直就係一個驚險嘅體驗。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唔知你哋有冇試過下龍灣唔同嘅遊艇體驗呢？歡迎喺個留言嗰度分享同我交流下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集再見。